Hello， 大家好，我是暗成。今天我们书接上回，继续讲述 JoJo Lance 第一卷的最后一部分故事。话说这连体一前辈取走了那袋子洗衣粉后便匆忙离开，而视线也来到了校园内部。或许会有人疑惑，既然不为了学习，为什么乔迪奥这贩毒臭小鬼还得来上学，还得和其余学生一样对校长毕恭毕敬地打招呼？对于他来说，或许是为了体制。体制的力量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切切实实地存在着。当他还仅有11岁大时，这个狗屎一样肮脏的居住环境便已经对其伸出了脏手。对于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孩来说，送货员的工作听上去并不是那么的体面，却是当时能接到最简单的活了，连开口都不需要便能获得财富以及他人的信任。就如同这个人一般，乔迪奥自认为和他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这里的本质，他内心认定为是身体而非是身份。毕竟可没有人为这可怜的家伙的母亲提包，更不会有人和他的母亲相聊甚欢。只要一出门，恐惧和焦虑便会环绕着他，想必过不了多久，辍学就是他的最佳选择。对于成为海岛富商的故事，听上去像是乔迪奥在夸大其词、自负以及狂妄，不是吗？毕竟要成为大亨就得家财万贯，但事实上有比钞票更重要的东西，没错，就是我说的体制。其实这就是大自然中最常见不过的规则了。只要你进入了某项体制，甚至不用战斗，你便已经获得了胜利。虽然体制可以被摧毁，更可能被夺走，但不可否认，这是你获得财富的一个手段。互相信任的体制下，体制本身就是力量。有了这股力量，我们便可以冲破法律的界限。在这个小镇上，体制才是我们的安全保障。处于乔迪奥和那位学生之间的本质区别便是如此。他的身躯比乔迪奥大上不少，看上去也更加富有才智，甚至能有不少的零花钱，但最终却落到个被人欺凌的地步。与此同时，乔迪奥认为自己的 gangster 的混混形象，亦或是风流倜傥的浪子作风更加优越。非但如此，连大多数系统在他眼中都比不上那神秘的体制，甚至是生态也是如此。体制的优势就在于它不可目视，却又无处不在，每当出现便会彻底影响所有的生命。所以如果说这是一个男孩成为亚热带岛屿大亨的故事还不够吸引你的话，那不如这么说好了，这是一个不论如何他都会暴富的故事。而至于眼前这个人，他名叫 Pack Loveland， 直到2年前这家伙还是头大肥猪，可现在呢，一身腹肌硬得跟石头似的。之前在学校里骑着小电驴滑板的就是他，但别误会哈，介绍他不代表他和乔迪奥是朋友或者是别的什么。19岁的人还在上高中，虽然不知道他到底学的是什么玩意，但肯定不是个正经留学生。如果你好奇他那只半边的耳朵，那只能说他是在面对父亲的家暴生活中被对方亲口咬掉的。对了，你肯定没看清他刚才那番动作对吧？你肯定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不过就是现在，他正在店里顺着钱包呢，自然这和他的替身能力离不开关系。不过帕克也没打算隐瞒，不管怎样，偷窃毕竟是他的爱好之一，是他这种钦差的生活标准。比起电子游戏和发垃圾短信，偷窃能给他带去欢愉和享受，那一身神乎其神的肌肉甚至都不用动手，哪怕是用背部都可以轻松抓住物体。或许有不少人的朋友可以做到用肌肉加入吸血中的蚊子来让它飞不起来，对吧？但像这样的实在是太夸张。不过反正他下次还会继续偷，乔迪奥发誓自己绝对会看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哎，疼！乔迪奥的性转大哥当即揪着帕克的耳朵，气得骂道：“你以为你在店里干什么呢？啊，偷上瘾了都偷到这儿了是吧？别逼我把你的耳朵整你脑袋上去啊！居然敢跑到我的店里下手，赶紧还回去那个混蛋！”痛得受不了也没辙，帕克只得是服软，说自己会还回去的，让 Dragona 别再这么揪自己了。骂骂咧咧的将钱包神不知鬼不觉的还给客人后，帕克居然还恬不知耻的当着人弟弟乔迪奥的面邀请 Dragona 去后街的健身房玩2局。尽管气呼呼的 Dragona 拒绝了他，但乔迪奥倒也是明白这家伙的意思，是打算和他的老哥在拳击台上解决私事。然而这边的闹剧才刚结束，时尚店铺便走进来了一位比门还要更加高大的把尺大人，一边朝客人真诚道歉，一边转出了打烊的店铺招牌，说自己要招待几位私客，不得不提前打烊。说完也没给客人反应的功夫，便从那3名青年的中央快步走入了后面的办公室。自然这3个痞子也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于是 Dragona 便在客人离开后关闭了店门，而其余人也清楚，他们在下课后必须得聚集到这家表面伪装成时尚店铺的 Ico 来面对这个丑陋肥硕的恶心女子。 Mel McKee 49岁，也是那所垃圾学校的校长。换而言之，他是学校校长的同时，也是这家时尚店铺的幕后老板，更是他们3个人背地里的老板。这肥婆背后的时尚海报设计，商店里出售的衣服，都是他自己亲手设计的。即便是乔迪奥也很佩服和喜欢这一点。如果他真的只专注于自己这方面的才华的话，想必会在巴黎或者是米兰有一番大作为吧。
不过这都还只是他的兼职。听说这家伙居然还有个英俊的丈夫和孩子，所以说是个人都能猜得出来，Aiko 只是他用来掩盖自己黑色收入的手段罢了。她本身就是个超级女强人，看上去待人也不是那么的刻薄。忙碌的她也准备一讨论完今天的正事就走人。第一步，梅尔梅便谨慎起见地让所有人关闭了手机电源，除了她自己，每个人都不例外。自然，她也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打算用数据传输的方式发送工作的内容，那张照片就是理由。乔迪奥更是打从心底里佩服着女人从不留痕迹的手段和头脑。而那张图片上展示的是一颗纯天然的蓝色钻石，24克拉纯手工切割，最低估价也在至少600万美元。拥有不少海关手段的肥婆也是清楚地很。在2天前的上午11点左右，一架从纳丽塔机场起飞的航班抵达了他们科纳机场，而一位日本人在入境申报的时候泄露了这颗宝石的消息。非但如此，这位在夏威夷拥有别墅的日本人目前正在此处观光。这个活可不同于以往，如果想要建筑的平面图的话，肥婆也表示自己稍后会弄来一张的。对于难度等级的评判，估计是2级左右，毕竟对方是日本游客，如果有枪，倒也是勉强合理，没什么可惊讶的。这个日本人会计划在这里待上个15天左右，独行一人的话，或许会多待12天也说不定。而接下来则是实际尺寸的参照。菲博说着把图片举在了几人面前，询问是否要确认加入这场偷窃直径2.3厘米超大纯天然蓝色钻石的计划。他作为下家的分成是 1.8个点，而他们3个小鬼则是一共 0.2个点。即便分成只有这么一丁点儿，但毕竟基数可是600万美元，即便换算下来也有12万美元，3个人就是每人4万刀。考虑到很难在黑市上出这么烫手的货，这笔钱可确实是珍贵的不行了。3个人偷1颗日本人的钻石，到底是在当地抢劫，还是半夜渗入呢？在肥婆询问的时候，乔迪奥就已经开始思考自己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不过他这种跑腿的货色，搞不好就是个望风的吧。毕竟在这里他本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去不去不是他说了算。但帕克的眼睛早就露出了贪婪的光芒，而他老哥更是开始盘算起了该怎么花自己的那份，也就是说，他们必然得干这一票。然而就在几个人的目光被钻石吸引时，菲婆却表示这么大的房子要找那么小的钻石，你们还得加一个人才够数。说着推门而入的便是早上那洗衣粉交易中的连体前辈。这吃着热狗夹心的变态倒是一点也不怯生的打着招呼，其余人一边不悦地尝试着接受，而乔迪奥则是内心感叹道，这或许也是一种体质吧。当你选择加入某个团队时，总是会莫名其妙地多出来一个人。即便是小偷帕克都是反对起了这个今早买他们洗衣粉的瘾君子。然菲婆就表示这个连体一贯人并不是真的瘾君子，反倒称赞其是个好学生。不过不管怎样，对于他能在找钻石上起到作用这一点，菲婆还是很有自信的。于是乎，这便是故事的起点了。4个人按照梅尔曼的命令，在一个海岛上把价值600万美元的钻石弄到手。只不过作为他们的老板，菲婆还真的说对了一件事，这个活啊，3个人不够。事实上4个人也不够，来多少个人都是远远不够的。那么第1卷的故事就到此正式结束了。拥有替身双月之雨 November Rain 的替身使者黑帮运输员乔迪奥·乔斯达，其能力貌似是可以制造一场小范围无法阻挡的强制降雨。拥有替身情场圣手的替身使者黑帮干部 Dragona 乔斯达，其能力貌似是可以随意移动自己触碰到的物体，并安放在自己想要的位置。拥有替身行骗者的替身使者黑帮小偷 Park Loveland，其能力貌似是可以用任何肌肉部位夹住或者是偷取任何附近的物体，以及一名神秘人将如何在数十天内进行他们的偷窃打击。乔迪奥又是如何按照自己的口述，不管怎样都会成为海岛大亨？他们是否会和那个神秘的黑帮体制继续联系下去？曾经贩售的毒品又该如何继续扮演在岛上的地位？那位拥有自己人生的美丽母亲又是否会被这些违法行为卷进来？最重要的一点，那名带着豪华钻石孤身一人前来海岛豪宅旅游的日本人究竟是何方神圣？我们将在下个月进一步的了解JoJo Lance的故事。希望大家别忘了3连支持，也可以去关注我的其他JoJo视频。顺带，我的黑暗科幻小说《伊甸效应》正在西上中网堂堂连载之中，希望有兴趣阅读和我一同体验未来世界的小伙伴们加入收藏并持续追书。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